们操练起来。我相信像我这样的70后，每个孩子，尤其是男孩子的童年记忆都有大闹天宫，都有美猴王。张光宇是大闹天宫的美术设计、装饰绘画家、漫画家、工艺美术家。大闹天宫那设计的时候，我是一直在的。他们给了一个表，就是所有的主要人物都列在里面了。拿到以后呢，他就开始构思。这部动画片实在是影响力太大了，形象里面有特别多的中国传统元素中的亮点。戏剧艺术，特别是勾脸化妆这块，对他有很深的影响。他在很多的创作里面就充分的利用了这些东西，比如他的玉皇大帝，比较邪恶的二郎神，那个小土地爷的形象，宜兴的一些娃娃的哪吒的形象。那么张光宇从无锡啊、宜兴啊这些江南的地方所得到的视觉滋养，我特别喜欢的大闹天宫中的花果山的2张画，那个颜色之美，形象之奇异那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具有特别强烈的3维视觉。他是动漫的奠基人，他是通过他自身的各种实践做了这一个准备，从收集到的美国的搞动画方面的一些资料进行研究。中国动画片一条线索其实以小蝌蚪找妈妈这样的一个以中国水墨画系统来成立的中国学派，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以大闹天宫为代表的中国人的创造的动画形象为基础的，它不仅中国化，而且非常国际化，区别于好莱坞的迪士尼的动画片了，符合人性，符合动画片的绝对要求，所有的这些理念到今天都不过时。我们从小只知道，反正我父亲是个名画家，原来是他一直在整理我父亲的东西。后来就我大哥就把这任务交给张林春了和我，这样呢，我们才真正的开始了解我父亲。他这个也干，那个也干，干了那么多。出生在满清，成长在民国，进入到新的社会，是无锡中医世家，母亲爱看戏，所以呢，愿意带着孩子一块去看戏，就愿意就去学、去看、去模仿、去临摹。1928年，他业余时间出了一期上海漫画，一直延续到110期。叶浅予呢是算主编，张正宇呢搞经营。他出版的漫画杂志直击当时的一些政治经济问题，那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文化时代吧，很理想主义。电影圈是吧，文学圈、新闻出版。其实张光宇在他的这个艺术家群体中是一个有点像大哥一样的这样的身份的人物。我跟我弟弟童年是在抗战逃难这个状况底下，1944年到了重庆北温泉，所以那段时间跟父亲接触的比较多一些，常常磨着他给我们讲故事呗。父亲常常给我们讲那个《西游记》里头那些故事，可能有的时候他就是把他自己编的故事也给我们讲。《西游漫记》就是在那儿画的。49年的时候到了北京了，1958年以后就住在那个方家园了。我的印象里，我父亲总是很乐观的，很像那弥陀佛似的，很少看见他就是愁眉苦脸的样子。就是差不多一直到65年，家里客人也挺多的。我妈有人说，你爸在那门诊呢，问一些就是专业上的问题。
他只要一忙着工作了，有的时候老太太就是鸡毛掸子梆梆梆一敲，全跑了。今年是他诞辰的120周年，好像张光宇还是一个不为公众所知的艺术前辈。像阿成老师啊，像陈丹青老师，像王鲁香老师这么迷恋这位前辈，为什么？阿成老师他说，张光宇是为了做传播才画了这些作品，他要让他的设计，他认为美的东西融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去，中国人的生活更美好。其实今天说的中国设计也好，国潮也好，就是张光宇他们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干的事儿。100年前，张光宇他们的理想至少有一部分是跟今天中国的理想是相似的。张光宇在今天应该成为中国一个更具骄傲性的大 IP。